老外怎么看我们的近代史？说个国人普遍不敢相信的事实，那就是绝大多数外国人，尤其是亚非拉的普通人，从来没觉得中国有过所谓的屈辱百年。在他们眼里，中国一直武德充沛，一战赢了，二战又赢了，在半岛跟美国打，在边界跟苏联扛，扁过阿三，虐过越猴，在东海欺负小本子，南海地盘都划到别人门口去了。我们觉得百年国耻，许多国家根本不认可，你哪里惨啊？又没亡国，也没分裂，领土基本完整，最多就是跟列强输了几仗，跟8个强国联军撕扯一番，赔点钱了事，说明你也不弱啊。就拿赔款来说，咱们刻骨铭心的辛丑条约，赔款4.5亿两白银，还特别强调每个人都要赔1两。可德国一战战败，凡尔赛条约赔款396亿两白银，是辛丑条约的88倍。德国除了赔款，还割让13.5%的领土，比中国惨多了。排名前8的列强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每个都挨过揍，每个都赔过款。普法战争，法国战败，被迫将最强工业区洛尔割让给普鲁士。当时的法国人觉得天都塌了，杜德写了著名短篇小说《最后一刻》，流传至今。如果比惨，老外觉得中国压根排不上号。中国最惨的时候，也就是2战期间，半个国家沦陷了3年多。横向对比，法国2战亡国，其他欧洲国家也大都亡了国，就英国和苏联没亡国。但是苏联损失比我们还惨，课本上19世纪头版头条一堆是鸦片战争输给英国，人家可是世界最强，输了不丢人。英法联军2大强国联合来搞你，美国也挡不住啊。镇南关和法国打个平手还可以，左宗棠收复新疆，沙俄干瞪眼不敢轻举妄动，很有精神。综合来看，可以算个2等大国，碰上一超多强是一鼻子灰。但是下决心要办的事，列强想管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搞定的。那年月欧洲列强谁没打过几次败仗啊？普奥、普法、反法联盟，法国和奥匈都被打成筛子了，也没看谁把他们开除列强籍。至于美国，都以为是天选之地，可美国近代史开局就是英国殖民地，接着独立战争，还被加拿大人烧了白宫。在欧洲人看来，中国的100年屈辱都不算事，东亚病夫也是夫。严格来说，只有20世纪上半叶，东亚话事人变成日本才丢人。结果50年代初一个朝鲜战争又马上打回来了。曾经有人在外网发了一篇100年耻辱的文章，有很多老外留言说你们欺负了别人几千年，偶尔被人欺负一下就受不了了。你别说，还真受不了。美国才牛了100多年，现在要他当老二，他不也要死要活的？欧洲这2年哭爹喊娘的，他们只是迎来了自己的1840年而已，甚至舒缓得多，就这不还是急得直呲牙？对于咱们来说，站在巅峰习惯了，下来一点点都受不了。